本节目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，胃痛、胃酸、慢性胃炎认准思达舒。如果你也需要节目中的中医大拿看诊，可私信官方账号“初入职场中医记”或扫描二维码填写看诊资料。我们接下来就到俊伟了，来吧。好呀，轮到我了。好，快去吧。好，去了。嘿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哦，哎，请进。请坐。周俊伟，你好。请坐。有什么要求啊？我的诉求就是一个比较纠结的诉求，就是我跟恩琪一样，就是演员嘛，上镜需要消肿，但是呢，我又是一个胖头鱼，就是如果我想增重，我一旦开始吃就先胖脸，然后身上不胖，那一旦吃到身上开始增肌肉了，脸就已经很胖了，就上不了镜了。但是，一旦控制饮食呢，就是脸瘦下来了，身上也会很瘦。各式各样的病人，各式各样的诉求。是一个有一点既要又要，但是我相信中医的博大精深。当然可以。他觉得自己肿，对，但其实还好。来吧，需要对。好，非常方便。可以自己。我有问诊啊。好。你就是早上起来会有水肿。你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？一直以来都是吧，应该是怎么肿？是眼睛开始肿，还是眼睛也会肿，然后就是下颚线这地方也会肿，四肢都不肿？都不肿，只上脸。我现在应该有一点点肿，因为已经是中午了，早上起来比现在肿。好，那自己就缓解，慢慢的消肿了。对，它就一般到了下午差不多也就消肿了。那你除了这个以外，有没有其他什么不舒服？特别累的话，就是会觉得气不太够用啊，容易劳倦，就是累。有没有身体困重？困重会。有胃口好吗？胃口还可以。那睡眠呢？睡眠，这段时间不太规律，就是因为我总是要几个国家之间跑，所以要经常倒时差。然后时差有时候会很混乱。那你平时在北方待的时间长还是南方待的时间长？我是北方人，早年间应该是在北方待的多，但是这几年就是比较混乱气候也比较混乱。然后年初的时候因为压力和睡眠质量不好，然后心脏出了一些问题。心脏当时出了什么问题？说是心窦受损，然后早搏。然后我应该是心房天生就有回流。看一下手头，谢谢。我觉得是正常的，就是正常中后方就是会偏硬，但是他的手还厚一点，是因为他吐的比较用力，所以就很长。舌体啊，对。您之前水肿的话，您有采取过什么办法吗？运动和这个冰敷吧，早上起来会拉伸，然后出点汗，就比如说跑跑步或者去健身房。他的脉也是很慢的，就是他脉就是流动的很慢，所以我感觉他整体是一个运化比较差，然后肺呢也确实比较弱，我感觉是不是肺脾比较虚，肺脾就是他整个循环。是循环比较弱一些，那咱们就开始互相给处方吧。谢谢你了，不要耽误你们自己的工作。然后我症状如果要没说全的，你们就补充。可以。时间到喽，来吧。俊伟呢，首先他给我们的一个主诉是说面部有水肿，然后尤其是早上肿，晚上就会好一些。那就是我们给他下的就是风水，然后辩证是肺脾两虚。首先它是一个面部的一个肿，所以它的病位是比较靠上的。另外呢，就是它会出现一些怕冷、乏力，这其实都是一个气虚的一个表现。早上肿，然后但是晚上好。我想解释一下，就是我对这个的理解是因为它的运化会相对来说差一点，在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就是阳气还没有能够充分的去运行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肿，然后随着我们的阳气不断的生发，可以想象那个太阳从一开始刚出生，然后到后面慢慢降下来，这其实也是人阳气的这么一个起来的一个过程。那你阳气起来了之后，你慢慢的就能够运化掉，然后它就会变得好一些。
此外，就是它的舌中也是有一些凹陷的，这个部位对应的其实就是咽喉，然后也是有一些齿痕，所以相对来说会有一些脾虚，这提示你的气血也是相应不足的。综合来看，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肺部两虚，所以我们给它的这个处方是苓桂竹甘汤加减。处方其实也是先开4关，让它的这个气血先通达起来，加强一个它的这个运化程度。针对这个根本问题，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慢性的一个调理，那就是还是用我们的老时针，中脘足三里，上脘、下脘、关元、气海、内关、天枢，然后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治疗，把我们脾胃这个小太阳让它先升起来。升起来之后，我们全身这个水液它运行的非常通畅了，就不会再有水肿。有补充吗？有。感觉因为水肿，一般我们都说是肺脾肾三焦嘛，就是共同协调的作用。俊伟一般在一些诱因，比如吃咸了、熬夜，或者你晚上喝水喝多了，他代谢不完，所以都是一些认为就是他为什么？一个是因为他的习惯，就是他的饮食习惯，这个是会导致的。就比如说前一天晚上我吃夜宵吃的，就比如说重油、重辣、重咸，那我第2天很有可能就肿。觉得我今天其实跟乐怡师姐一起有那种带飞的感觉，就乐怡师姐在，感觉哇，对，心里也很稳。其实为什么晚上不肿呢？那么为什么早晨肿？我觉得是脾的问题。目前感觉他的，就是他的齿脉也是有力的，没有问题。我觉得一个是他的这个居住环境，他居住环境受凉之后导致的。给他的生活的习惯和生活的小 tips 也是希望他能够保暖。你有什么问题先问？我呀，就他们刚才讲的这些，刚讲这些，问题倒是没有。但是我觉得额外夸一下松岩，就是对于这个居住环境和这个之前的这个体察是非常细致的，也是让我感受到了中医的这样的一个问诊的逻辑吧，就其实非常严谨，对于人所处的环境，全方面的了解。然后确实我也是，如果从时长上来看是，此生绝大部分时间在比较冰寒的地区长大的，形容此生都是在极寒之地。从东北到加拿大是吧？都是从极寒之地到另一个极寒之地。确实也是到了一些城市症状会加重，可能这个也是松岩去提问出来的，所以这确实是我觉得很准确的一个点。小白他被患者认可了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。无论你在哪儿当医生，你有没有被你的患者认可，你有没有被你的患者信任，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。人和天地实际上是一体啊。我们说中医来说，整体观天人合一啊，对吧？你在寒冷的环境里面，你缺乏的是什么？阳气。对，缺乏的是阳。这个阳气的原来是不就还是一个，就是肾阳、脾阳。所以说在用药上，你这个苓桂术甘汤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再放一点温阳宣通的药，它肯定会更好。我问你们，如果在外面没有药啊，心脏炎脉又有点肿。最好的食材是什么？蟹白吗？对，蟹白。实际上就做葱姜蟹白，配合一点姜，那是效果更好了。所以药食同源，就是妙就妙在这个地方，回归本源。我建议最好你还是不管什么饮食调理也好，还是用这个药物去温补一下也好，最起码你要去补一下元阳。把你元阳起来了以后，你心脏功能强上去，你水肿症状就少了。你今天肿了，我给你扎2针，你马上肿退了，你也很开心啊。但是你不见得每天要这样，那你还是要调动你本身机能，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。再配合你最重要的你心理建设。心脏这不好，实际上自己要给自己每天要讲我是好的，我是好的，我会好的。那这样。能够提高疗效，可以回去试一试。行，那谢谢诸位。好的，谢谢。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。怎么说？感觉？哎呀，
点评上了，收益点评上了，点评上了。我这个看诊感受非常震撼，最后抓的那个点其实抓的蛮准，就其实我们在聊的是水肿，是一个非常浅的东西，但最后其实落到的是我的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其实是近些年是心脏的问题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，我觉得很震撼，之前未曾意想到的。几位学徒的表现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很棒。我觉得就是我这一组大家的搭配非常棒啊。乐怡的这个问诊技巧也是，他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，你能感受到他在一边问一边梳理。钟岩我觉得特别好，就因为他是东北人，所以他可能在这个对于寒冷地带，他可能有一些切身经历，他会甚至问到居住环境、生活环境，或你从小到大的所处环境，这一点其实做的还真的是非常厉害的。就是要多大的知识储备，要有多大的知识储备才能做到这件事情啊！我会觉得这特别了不起。上午的考核算是结束了，咱们来揭晓一下他们上午的考核结果。那么我们上午的看诊的考核环节呢就结束了。在第一轮表现更好的是赵乐怡组，李延静组将有1人失去下午实践考核的资格。很遗憾，王玉将无法参加下午的实践考核。王玉呢，我主要呢是，你在做第一位病人的触诊的时候啊，你如果按照现代医学做触诊，腹部触诊应该怎么做啊？按照它的分区过来。对，还有呢？然后就是它的几个体征，然后它的什么墨菲斯针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它的一些腋波震颤呀之类的。首先要把脚曲起来。啊。我再摸一下你的肚子啊。好，没问题。第二，它主要是小腹的问题，你首先要对小腹进行主要的按诊，你都按在上面为主。还有一个顺序，不能跳来跳去。我在进行腹部查体的时候，忘记让患者全卧，这是我一个非常大的失误。在第二轮的看诊中呢，2组啊交错的非常厉害啊，每一组都有自己特色。相比较而言，表现更好呢，还是赵乐怡组啊。实际上，赵乐怡组和李延静组啊，看病啊是非常认真啊，而且已经抵达病源。但是综合考虑来说啊，因为赵乐怡组呢，他们在一般的病史以后啊，还特地的追问了一下他的小时候的一些病情，有心脏这样一些短暂的病史，他所以呢更注重于从整体上去调理。李延静组呢，在问诊啊，在诊疗方面也是确实非常详细，但是呢，他碰到了一个强制性脊柱炎的患者。这个强制性脊柱炎的患者呢，实际上在治疗的同时啊，要更加注意他的防。他们这一组当中呢，更多的注重于治。强疾最担心的是不断的炎症，不断的发展。如果他不影响他生活状态，问题不大。那所以你们要考虑要给他什么？要告诉他怎么预防。相比较而言，赵乐怡组呢略胜了一筹。这样，李延静组就有2人失去了下午考核的机会啊。那么第2轮呢，失去实践考核资格的老师，我想申请下午那个就不考。不要，没有，因为正常就行。因为我基本上没有带过团队，我作为组长，其实我没有很好的去协调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最大的问题。小李呢，实际上自己做的也很好，汇报的也非常好。但是我们这次啊，不单单是考核个人的一个能力，
最主要还考核一个团组的协调能力。所以作为组长，你在这一方面就有一定责任了啊。所以第2轮呢，失去实践考核资格的是李延庆。我觉得老师说的很对，要好好总结今天的教训。那我既然知道我欠缺了，我就去学，这个没什么好，就是没有什么好解释的，就是不行就学，也没有别的办法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面的考核环节，每位学徒将会和助力团的成员进行体重管理计划。我已经分好你们的看诊对象了，那么专业评估由我和我们的傅老师一起来进行点评，请各位学徒务必结合中医的特色，制定出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。连累你了，不好意思。没有安排。我还是想跟你说一下，因为我觉得上午就是我一开始咱们应该先讨论一下大家负责哪个，因为第一个患者进来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有一点点乱的。对。然后确实复诊那个地方，就是我们画蛇添足了，其实也不用摸的那么多。我是不知道还要全腿。第1轮的时候给JoJo进行腹部的触诊，我忘记了让JoJo他屈腿，然后触诊的顺序呢也比较乱，因为这些细节上的问题，然后输给了对方。以后还是要更加注重这些细节，还有不能出错的地方上。你们现在就去找你们接诊的对象吧。跟我介绍一下吧。首先，我们加一些茯苓，这是茯苓啊，健脾祛湿，加一些玫瑰花，因为它既疏肝行气，然后陈皮也是疏肝理气的。茉莉花你想要一点吗？可以。可以要一点。可以。我们调的是好喝版的。JoJo呢，它其实是主诉它的小肚子大，并且它是一个脾虚湿盛的表现，然后其实是属于一种亚健康状态，所以可以适当喝点花茶去改善一下。我尝尝这个味道。这么烫吗？100度的开水。有点甜甜的味道，不错，可以的。走吧。要不我教你站桩吧？好呀。就是与肩同宽，然后就是下蹲，就是蹲。好，我们说人的尾骨，你就保持，然后你要把骶骨向下垂直，然后手呢，你这样子。好，全身放松。这是站桩吗？对，真的会感受到这种丹田的怀抱之气和这种膻中之气，这种气海就会有双手之间会有那种能量，因为它是强直性脊柱炎嘛，我不希望他当时的气血涌上大脑来活动嘛，所以就他们在站桩，我们可以试试。那我平时要做瑜伽是不是也有用？跟你做瑜伽？我偶尔嘛，就我在家跟着家里人一块做。我呢就是极端控制饮食，所以减肥总是反反复复的。但你这样其实特别伤胃，时间久了的话，很容易就导致慢性胃炎。哎，对了，那咱们中医里面有没有什么保护肠胃的好办法？那从中药来说，像甘草、鸡内金还有滇茄，都可以起到一个保护胃肠的作用。
颠茄就是一种可以全株入药的植物，有缓解莲花肌痉挛、抑制腺体分泌的功效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可以帮助缓解胃痛、抑制胃酸的分泌。不过感觉很少见到这种中药。是的，但是颠茄又对生长环境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。我知道的一个颠茄草种植标准化基地，就是我们修正药业建立自营的，就在长白山脚下的吉林通化，也是他们总部的所在地，可以从源头去保证到底药材的供应。那除了中药，我们日常也可以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缓解胃部的不适，更好、更快地修正好状态。今天呢，算是找到我的职场好搭子了。以后万一肠胃不适，就找专业又管用的修正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。那我们就跟老师说一下。老师，哎，老师好。怎么？我们想跟您商量个事儿。来，进来。吃饭了。吃饭。来，先吃这个。啊不，我先吃这个。老师，哎呀，快点，我不拿了，一人拿一个。我陪你们吃饭。老师是这样的，我们想给工作人员做一个义诊，就是我们也自己也实践一下。哦，义诊好哎。我们下午一直待在那里的话，可能会沉浸在难受的情绪里面，所以我觉得要丢掉情绪做事情，看看能不能帮他们看看病，看看你有没有体重管理的问题，可以吗？他们看。这样吧，你们下午去义诊，我跟你们一起，好不好？我帮你们找。好，谢谢王哥。来，所有人到我这边挂号。怎么？你要扫码了？开始？对，开始了。哇，咱们现在去找吧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先做一个大字报，花多少食壶为您倾情服务。对，可以啊。那我们去找地方，那我觉得那可以。对，那边。那边很空旷，那我们就先把东西放在这儿。找一个桌子。在哪里呢？这个桌子？这种是吧？对啊。你好。那个，我们可以借用一下桌子椅子吗？我们下午我跟王玉2个人，我们想给大家进行一个义诊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？是看什么？都行，你想看什么都行。或者想快点找到对象的都可以看。这个也行啊。那我们先搬。今天天气真不错，没有那么热哈。然后我们把东西摆好，来。好。本节目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，专业良心，买药认准修正。各位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，我们就进考核区了啊！好，跟着我走。来吧。加油！加油！完了，今天又要迎接一个很不一样的挑战。既然我进入了下一轮考核了，我一定要挑战自己，保持正业。我想同你一样，我从来没有否认过。要是今天这个情况没拿第一的话，我觉得我没路头了，不录了。入场吧，大步走，昂首挺胸，胜利者的姿态。里面就是我们这个临床的实践考核区，针对4位助力团成员的身体状况，我们选择一种或多种的治疗手段，进行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干预治疗。那每个人呢选择一张床，那咱来这儿吧。可以啊，就这儿吧。你先在这儿坐一下。没问题，我先稍作片刻。这里吧。好。请上床。这群人跟逛街似的，在这。我不知道啊，我听从医嘱，听医生的，听从医嘱。哎，这个我都可以，大胆的治。行，哥这个吧。是躺着吗？对。你可以选择不同治疗，做好几种啊。可以叠加。朋友们，本轮考核1个小时的时间，然后现在倒计时1小时开始。
我先给你摁一下。好。好嘞。你把手放在后边。我属于体质比较消瘦，吃不胖，有强直性脊柱炎。文涛主诉是增重，但是我把重点其实放在他当下的那些不舒服的点，一个是他强直性脊柱炎，他腰疼，那首先要肌肉松解，把脊柱放松下来。我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那个顺序做，先给你做一个这个，然后呢做一个针灸吧，针灸的同时做，然后再给你艾灸。拔罐的话，用一个小罐给你试一下，试一试。其他你想试的你就跟我说。好的。我先给我手消个毒。首先呢，是因为我们面部有一个水肿，然后包括这块我们容易有这个胖。对。我的诉求瘦脸，对，尤其我这下巴肉还蛮多的，还有一个减完肥以后又很容易又变胖。然后那我们怎么去解决？一个就是说我们去改善我们面部的一个血液循环，就是我们可以用针灸去给它进行相应的刺激。那首先呢，先给您做一个相应局部的一个按摩，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气血更加通畅。然后下一步在针灸的时候效果也会更好一点。好。我要趴着还是躺着？你先躺着吧。我捋一下思路啊。先慢慢去弹，三角。我看上去其实比较瘦，但是其实很藏肉。最近肠胃不太好，有点肠炎拉肚子。上腕、中腕。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严谨，我会大概捋好做哪些操作之后，再去根据九九哥他能接受的治疗进行调整。电针可以？可以啊，来吧。咱们先看看针感再说嘛。来，我来操作了啊。你可以找一个你最自信的，因为他们会评估你。就是，如果你不是很自信，你就别让他们扣你分。扣不扣分无所谓，我就怕影响到你。我又进入了怪圈，又开始紧张。我要做什么？就是我要给他该怎么弄会比较好。本来就是一些外治法嘛，一些比如针灸、皮内针耳穴或给他推拿，我推拿也确实可以，我就正常做就好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一进去我看到那个考核，又是一个很新的环境，很慌，考核慌，而且所有人又很强，突然我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了。唉，大胆的治，没事儿，你大胆做。我好难过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就是没事，你说。就是不自信，就有点找不到自信，很少去做。唉，没有，你可以说呀。就会害怕。你害怕把病人弄疼？我实操不多。实操不多，就是会紧张。临床上就练的不多嘛，那刚上临床。没事儿，你大胆做吧，没问题的。OK。我会哭。没关系啊，哭就哭。我也在医院实习，所以就是我非常理解，没关系。每次都这样。没有，然后你哭完了，你就会做得很好。你要憋着，可能就会抖，对不对？所以没关系。你先有点思路混乱。没关系。你先别着急，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测试，就当成一个学习的过程。对不对？而且在这儿了，如果说有点什么错误或者有什么不对的，老师会纠正你，然后我们都会很理解。所以你在这儿大胆的暴露出来，就会好啊，是不是？对。我很感谢这伟哥一直在安慰我，他一直在给我能量，让我自信，对我的帮助很大。比起他受益，我受益会更多。没事，我就凭着我怎么做的就好呀，好呀，可以，没关系。那你需要我怎么做？你希望我怎么做？我让我先想一下。好了，你先想一下。我现在肚子有点吃多。太好了。太好了，那你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好，可以，那你看吧。好。你刚才好暖心，已经变成反向治疗了。
在治愈阿姨，很牛。那现在我们就解决你这个中午吃多，胃肠比较胀，导致比较不舒服。我发现这个床略有点短，往上抬。赶紧的，赶紧的。我先给你贴耳穴吧。我给你压3下，看哪个地方比较痛，好不好？是不是这里比较痛？这里痛。啊，比较痛是吧？我给你这位置都比较准确，给你在这儿脾胃，然后还有肝脏，肝主疏泄嘛，因为你脾有点说水湿、有水肿什么的。好。然后我现在准备等会儿给你扎针，让老师看着。好呀。不会很痛，给你扎这个足三里，还有上下巨虚，然后你就会有放屁的感觉。我会很尴尬。对。一会儿整个房间响彻，就是，他们肯定会保留的。准备。我来看一下。对，然后我的就手法确实。我看着呢。我准备给他扎一下那个上巨虚、下巨虚，在足三里，在下3寸，然后胫骨外一横指。现在有没有什么感觉？现在还好。那我现在给你扎足三里，肚皮下3寸嘛，这个凹陷就这儿。扎完足三里，还有上巨虚，排气反应也很明显，整个人就不会那么胃胀，就会舒服一些。老师，那其实我还想在他的中脘这儿，老师替我扎。因为中脘有脏腑的话，就还是让老师帮忙扎。中脘怎么定？这里胸骨在这8寸嘛，4寸。4寸。对，然后消毒。这种要就舒张，它就不痛了。可以。胀完。肚子这里好胀哦，扎完之后有点像岔气儿了。现在，放松好了，不要紧。现在就不痛了。一个嗝打出来了。打了个嗝。好了，你现在还是吧？舒服了吧？好了好了。这么快就可以了。我给你贴用皮内针，这种针灸是比较强刺激嘛，时间比较短，但这个皮内针的话是比较弱刺激，但是可以放的时间比较长。OK。就在刚刚那个中脘，然后这个天枢那个地方给你贴。它是有针的。感受到了。这个就是皮内针嘛，然后刚才那个是耳穴压豆嘛，然后针灸的话，确实高老师其实已经也给你治好了。这不挺好的吗？有啥可不自信的？就是要慢慢来，就是要慢慢有经验。那我再考虑一下，再给你上个什么？上个什么？但确实肚子舒服了一些。来吧。来吧，来吧。是因为这样，因为这个患者他不想扎腹针，所以我就打算给他远端取穴，以上肢、下肢的这个穴位为主。你今天的目的是让他减重，对吧？对，减重。看你本事了。首先，我们按照经络，然后以及经络所属的这个脏腑去进行取穴。腿部的话呢，选的是足三里。足三里是一些胃经为主的，可以增强脾胃功能。减重第一步就是保护好胃。上面要扎曲池，曲池是一个泄热非常好的穴，因为我记得它其实有一个症状是它很爱饥饿，其实是由于胃火亢盛导致的一个饥饿，就是它消化的太快了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火给它降下来。然后因为它还有腹泻的情况，其实我们可以扎上下巨虚来调一调，然后在它外一横指的丰隆，因为胖人多痰湿嘛，所以我给他选择了一个祛痰的丰隆穴。这些大概是我主穴的一个选择，我主打的就是对症下针。我感觉腿胀胀的，两只腿啊，哪条腿胀胀的？就两只腿都有点，我能感觉到。这是对的，是吧？这是对的，这是得气了。然后我们盖一层推拿巾再操作。
我们接下来进行点穴，然后你要跟着我的力度来呼吸啊。首先吸气，然后你呼的时候，我这个手会往下压，这个位置叫中脘。呼气，好。吸气，呼气。睡着了。哎呀，睡觉，昏过去了，睡觉了，推拿睡着了。他让我吸气呼气，然后我给他呼睡着了。因为他的腹部扎不了针，所以我打算用推拿和点穴的方式给他刺激。对，但是我要他配合呼吸，然后睡着了，我说要不要给神庭扎一针？睡吧。好，来，睡一会儿可以。让我睡一会儿吧。啊，那好，你睡吧。到点我给你拔针啊。其实我也没有完整流程的进行推拿，因为啾啾哥可能比较累，然后可能也是躺着扎针呐，可能得气了就比较舒服，同时配合呼吸的时候他就睡着了，然后就想说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还是要尊重患者的一个体感的，所以就选择了没有去做这个治疗。但是其实单单的通过耳穴和针灸的一个配合，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。对，放松啊，哥。你就这会儿休息一下，然后从头到尾再来一下啊。首先要肌肉松解，如果他肌肉没有完全的放松，那他针刺的话可能会出现滞针，就为后续的一个治疗方案做铺垫。你要是觉得我手重了，跟我说好。没事，我不怕疼。这个不重吧，哥？你觉得？不重。放松，深呼吸，放松。增重是他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，这个过程就好像在身体里培育一棵小树，他想要去长出这棵小树，需要的是肥沃的土壤，所以我们要着眼的不是说怎么去着急种下这棵树，而是怎么去好好的培育这盆土。哥，咱先起来一会儿吧。冷不冷？不事儿吧？不冷不冷。完事儿了，按了一会儿，神清气爽，就是松解了一下。OK， 你看刚才给他辩证的辩了是，他是脾肾阳虚，你给找脾肾阳虚看看怎么？他脸色有点白，确实是阳气有点稍微不足，并且脸上有点这个忧郁的表情，他的眼神里头你看像个忧郁王子。来，疼，咱们准备针灸了。到时候扎疼呀，或者是酸呀什么的这些，你就直接跟我说，咱不舒服咱就直接结束。一会儿呢，我主要是我还是扎这个四肢，我请老师，我说位置以后，请老师过来扎重要的位置，好吧？老师，我先扎针吧。扎针。因为这个哥不是他腰疼吗？首先我想给他扎尾中、尾阳，然后再给他扎这个肾腧、阿是，还有大肠腧这些。然后此外呢，就是还想再扎两个那个静脉奇穴那两个腰痛点。主要选穴就是针对哥这个腰疼。就我今天正好有点疼，就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缓解一下？好的，他应该是这里边痛啊。这里，就这里对吧？这个底卡着。底下我知道。那你这个拉得开来吧，要紧吗？好，可以了。这样好拍吗？可以，好，就这里。对，是吗？对。好，这里痛，是吧？不怕。还好我扎过。行。这里不痛啊？这里不痛。这里痛吗？不痛，就是刚才那个。就这个位置吗？对。好，可以了。照着就舒服了啊。哥，你觉得你头发没事吧？你觉得现在怎么样？我过一会儿我就要给你行一下针，就是给你提插一下。现在是有一个什么灯在烤着吗？对，疼了是吗？不是，我只是有感觉。那就行，温度没事吧？我的整个过程我都特别在意的就是他的一个感受。按摩的手法我是一直都没有停，
一方面呢，我希望略转移他这个疼痛的一个注意力；另外就是我希望告诉他，我就在旁边，而且我非常的专注于他，就是我希望能够消除他的一个不安全感。舒吗？休息一会儿吧，太辛苦了。热不热呀？你头哪里有什么特别难受不舒服的地方？我颈椎、肩颈其实经常会。跟人揉一揉、搓一搓，就觉得身上特别松快。可以，你歇会儿吧，你200年。没事。诊疗的相处下来，我觉得首先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一个医生，然后同时又是一个我觉得特别好去相处的，就是他一直在给我提供很多情绪价值，包括想要体验什么，他也是先来咨询我，看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，然后想要去体验什么。痒这块。哦 ，OK， 有点痒啊。不动那儿了。是痒还是？对，痒了。痒，我这后背上全是痒。哇，你这个31了，结完婚了还痒哇？跟这有关系吗？说明身体不错啊！我一般都表扬痒的同志。为啥呀？我说你们这高手，说明你年轻啊。越年轻身体越敏感，它越痒。还有这讲究。这个力度可以吗 ？OK 的呀。我说好。你用的是什么招？这是？就是患者觉得他不在我双下巴，所以我选择针刺之前，我先给他进行了一个局部的面部拨筋的行为。一个是帮助他气血的流通，然后另外一个也是整个血液的运转，从他的攒竹、睛明，然后一直就是到他的这个巨髎、地仓，然后全髎，然后包括下关、颊车、大龈都会进行相应的刺激。这个面部血液流通之后，再给他进行扎针，效果会更好一些。行，加点卸妆油吧。扎哪里？后背吗？还是哪里？咱们扎脸，然后还有肚子和脚。哦，你也会那个瘦脸针是吗？其实就是我没有专门学过瘦脸针，但是这个是对我对瘦脸的一个理解，就是局部体恤。但它不会那个什么吧？不会就是扎到那个？不会扎坏，不会扎坏。那就好。咱好歹也是有执业证人。好。我在北京在诊所里面也出诊了。是吗？可以的。所以这可以稍微放点心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就扎针。来吧。我再给手稍微消一下毒。所以现在需要暴露一下腹部。暴露一下。对。肚子上是有点肉啊，对，不是，我是因为那个扣子真的是崩掉了。哎呀，我这个裤子怎么崩掉了一个扣子？你吃完饭崩掉一个扣一个，那你是应该检检了。你检检吧，检检吧。首先是开四关。这个是非常常用的穴位，它有很多的作用。像今天的话，一个就是止痛，另外一个就是调动全身的气血通行。然后也来扎脸了。恩熙怎么还在扎脸？扎一天脸，你脸到底要瘦到什么程度？哎，我不能笑，扎透呀，把脸。恩琪又在扎脸了，恩琪脸上又扎满了。恩琪是打算这一次性管够，接下来1年把整个脑袋给他扎变小，对，缩脑。恩琪这块脸上又扎满了，是吗？我说他的脸到底要扎成什么样？扎透。下次我就演外星人去了。我给你再稍微收一收肚子，因为我感觉肚子这一圈稍微有一点点肉，好吗？好。针对他这个忽胖忽瘦的情况，还是从这个中焦进行论治，帮助他清洗了一下胃火，然后去调理了一下整个脾胃的一个功能，让他这个把水湿也排了一下。
你给它扎哪儿呢？哦，对，三阴交。对，然后三黄穴，因为他肚子这一圈稍微有一点脂肪。他虽然没有这个腹部就是减肥的诉求，但是刚才我在扎这个老实针的时候，发现他其实也是这块会有一点点脂肪的储存。就是他有那个什么，有游泳圈。没有吧，还行，一丢丢，但是他们不是要求比较严格嘛，我就给他再环周一圈。他这肚脐不错，你看这肚脐多圆，又大又圆，说明他在胎儿的时候，他母亲给他的营养很足，听见了吗？哦，了解，多好，感觉他身体挺好，挺好，他母亲给他的营养很足。觉得凉或者热都可以跟我说。好。OK， 然后就可以闭眼休息一会儿。我觉得乐怡真的给我感觉天生就是特别适合当医生的一个人，就自带一种气场，就是反正他在的时候我就会很放心。我觉得这个是医生带给患者的一种信心或者安定感，这个是特别特别难得的。给他一个独立的环境，让他好好休息一下。这是八寸，中间就是中脘。所以刚老师其实也在考我，我感觉完了，没事没事。但是一开始进来好像慌了。没事，不要慌。一开始接触临床都会这样。是这样的。然后而且老师还怕针。你怕针？我怕针，但没关系，我闭眼睛不看就没事。我刚才感觉你在反向治疗阿姨。他确实在反向治疗我。我感觉他在治疗你的心理的不安跟焦虑。没事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没事没事，这不挺好的呀？不要，这不挺，没事，这不挺好？如果上午还担忧，下午不也照样进来了？我来看一下你们这边在干嘛？啥？咋安排？再看一下你们这边。初蛋我就是。这是老师扎的吗？对，老师扎的。顺便学习一下，舒服不？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，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，大屏4K 更清晰。还有10分钟。快我拔针了啊！你说你的，我拔我的啊。睡着了吗？没有，就很舒服，对。有点迷迷糊糊的感觉。对的，对的。但我现在给你起针了。针灸之后局部偶尔穴位会有出血，这个是属于正常的哈，不用担心。OK， 可以先把袜子穿上。好。老师，我们这边已经完成了。做了一个针刺，还做什么？做了一个就是局部的拨筋，然后做了一个针刺，然后我一会儿还打算再教他一个，除了上午的那些功法以外，再教一个小经验，就是别人都不会发现，你就上下扣齿。然后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这个产生之后的这个津液，你给它吞下去，就不要吐出来。这个就是对人身体很好。赤龙搅海。赤龙搅海。张我闭着嘴巴，默默的要数，等津液满口，再用舌头搅动3下，或者9下，再慢慢吞入。舌头不是赤龙，红颜色的龙啊，搅海再吞进去。这个方法很好，赤龙搅海，这个是专门是补肾的，这很好，简单吧？了解，简单。不过你针灸做的比较好，说明你自己一直做过。虽然我不是学针灸的，就是我们的课程当中也没有很多针灸的内容，但是我跟了几位老师，然后我自己也在一直努力的在往这方向走。对，蛮好的，蛮好的，好。还剩10分钟，就是我们闪灌闪紧。可以啊。
这是闪罐，这个就是闪罐。咱们主打一个体验，好吧？疼不疼？不疼，我的针灸都开了，这个不算啥。哎呦，糖酒粥怎么脚怎么还能挤在一堆儿去？他穿小鞋了？穿小鞋，老师你穿小鞋？你从小能穿小鞋吗？不是，我那个脚就是搭着。你从小就搭着吗？对，从小就搭着。你说他母外翻吧，他母外翻还不是太厉害，就搭上了。就是体态走路姿势有关。他走路姿势可能有关系，还是从小让他穿小鞋了。没有穿小鞋，都喜欢穿大鞋。眼睛都是泛红也丝。是吧？我睡着了。睡着了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怎么样？哦，太舒服了。他睡得可香了。睡了一觉。他睡着了，挺好。昨晚睡的有点晚，都怪齐思群。啊？你还有什么治疗给他做吧？我本来刚开始因为他腹部没有办法针灸嘛，所以我想给他推拿，会选择中脘、下脘以及下面的气海和关元，还有呢可以用拿捏的方式去疏通带脉，其实对于改善肚子大有很好的帮助。然后或者是拿那个刮痧板可以涂点油给他疏通胃经之类的。那我考你一个问题，有什么穴位可以抑制食欲的？抑制食欲，我们临床中是有2种，第一种是尾刺上脘，但是会相对来说危险一点；还有一种是那个气海和关元。如果降胃火用什么穴位？内庭，或者是曲池。那么你自干预了不来？那个脚我没扎，脚确实是没扎。对。好的。还行。哦，好舒服呀！哇，谁在拔罐？那谁啊？你想谁？文涛，因为他不是今天正好疼吗？就给他扎一下那个穴位。文涛，这进纯享吧，进 VIP 好不好？我想看一下他选什么穴了。小白，这是老师指导扎的吗？老师扎的，然后我只扎了下肢的。老师扎的。我看选穴。这个拔了吗？可以拔了。按压一下。哇，长针扎的。这还不够长。如果有机会给你们看，我们带过来这盲针。盲针，我知道盲针。盲针，我们经常打盲针。这个正好是倒数分钟那会儿拔的。那几个针还真挺疼的。是吧？就这里对吧？一起来。我感觉我整个，就是你在扎的时候，他每次动的时候，我感觉，就整个这个部分。你下来走走看。OK， 我试一下。你下来走走看。你下来走走。再动腿看，松吗？还痛吗？不疼了。不疼了。这么神吗？可以吧？你动看，你走走看，是吧？牛啊！可以吧？我今天早上疼的我走不了路了。现在可以走了吧？现在好像没问题了吧？还有一点点疼，但是明显走路好多了。神呀！我的天，真好了，就感觉就是明显的缓解了不少。那太好了！我现在早上走路都费劲了。你状态好，你红光满面，现在这个。我是摁的。经过沈老师的针灸和宋妍的推拿，真的感觉好了好多，早上很痛的部位也缓解了不少。我去他们那边看一下。来，我们这边是这样的，我们这边看，然后那边可以给你们做一些点穴，可以一些小治疗。我们今天一条龙。好全面啊！那我先给您把个脉。你有什么诉求？对，我就是很明显想减肥。你是不是胖起来很快？对，我胖起来很快，因为可能是药物的。可以方便说一下是什么病吗？就是抑郁。但其实因为我停药很多年了，但是一直没有瘦下来。对。但是我觉得它寒气很重。对，脾胃有寒。寒气如果重了，你身体血液就不流通，它就堆在这里，它就容易产生脂肪。我们可以给您那个贴耳穴。对，耳穴贴。耳穴减肥吗？耳穴可以减肥，控制食欲减肥。来给你贴减肥的，这个。
我觉得你其实身体底子还行。那我现在这个体重，我适合备孕吗？因为我有一点想备孕，但是因为我现在有点胖，我不知道我现在合不合适。我觉得您还是把体重再减下来一点为好。您可以泡泡脚，然后放一点艾草。除此之外，你还可以在家做艾灸，然后还有一个消肿茶。你奶茶好喝吗？它没有奶茶甜，但是你可以加一点点的甘草。谢谢。请问有什么诉求？我要当伴娘，然后他给的那个伴娘服饰。我就想快一点，能够紧致一点。大概什么时候啊？4天后。4天后。其实我之前已经在断食了。这都吃断的脉都很弱了，你这断的都。那在中医上还有什么可以把我的身体又恢复一点？其实我觉得有个非常好的办法，八珍膏。还有一个叫茯苓膏，就是它又能让你饱腹，又能补。左手右手俩一起啊！最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吗？各方面压力有点大，感觉有点肾经的亏耗。你比你爸爸湿气要重。你好，想要来看这个是吧？好的，那你排在他们后面。好。你还记得我吗？你还记得我吗？啊，法医。哎呀，晴晴，我是来马上做案子。哎呀，但是你的造型跟那天完全不一样。是吗？你王医师？对，我是。那你跟他是一起同步成绩？快，你先坐，你坐下。老师您来了。哎，我也来看一看。老师他看完了。然后下一位我。下一位来，晴晴来。哦，像晴晴。我们法医系的一名非常优秀的，对，法医老师。你好。Hello， 大家。呀，你们知道他吗？他好像是一起的选手。是的，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叫向晴晴，是参加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系的第1期实习生，然后节目结束之后留在了重庆司法鉴定中心。我叫吴米迪，来自新疆，是一名法医助理。欢迎。像我们2个是同事，刚好是过来做案子，我是来探班的。那我们先看病吧。你是不是关节不好？对。你心思想的也挺多。对。他们干这一行的，不得不想得多呀。你看你的手很凉，你手这么凉，你还穿这么少。但是我冒汗，还会冒汗。但是你这个汗它不是热，它是虚汗。对，我冒虚汗很严重。你颈椎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之前在我们出案子的时候发生过一次车祸。那场车祸就发生挥鞭样的损伤，挥鞭样损伤就是脖子往后仰后，过度往前倾。当时我就觉得很痛，还有我的腰也很痛，因为那次的案件比较紧急，没有显著的一个骨折的情况下，我就先去做了案子。后续的话，我的腰就一直疼。随着时间的递进，我越发觉得我的腰更疼，然后刚好对上了我们体检，然后发现我腰椎、腰四骨折了。拖了那么久？对，好几个月，就是那个骨折已经恢复到一定的时间，然后这个时候它是属于一个陈旧伤。现在站着疼吗？是脊柱正中疼还是两边疼？两边。可以给你贴一贴耳穴。可以贴腰吗？对，可以贴。手上还可以再给你贴2个腰的。真的？来给我一只手。这个地方叫腰痛点，就是我们腰部有不舒服，你自己也可以按这里。然后这个东西它是可以代替，它可以有一个小刺激，然后可以贴好几天，只要它不掉，你可以不管它，洗澡也可以不摘。你看很神奇吧？腰痛我在扎这儿。也可以用耳朵，然后也可以用手。爱轻点。是我捏的疼是吧？对，你感受一下看看，会稍微就是轻松一点。我们也不可能说我们在不用针的情况下一下就给你缓解，但是它这个长期效果很好。是感觉有点舒服了。对。你真好看。好了，开始治心了是吧？你真好看。被发现了。你真行你，我走了，那我。别，王哥求你。小李同学和王玉2个人去做了
临街的义诊，他们非常认真，而且接触了更多的病人。来吸气，展现了他们的很多临床技能，这点是非常值得鼓励与表扬的。下午义诊的时候，我有见到很多不同的症型，是我原来很少接触到的，增长了经验。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收获嘛，不一定就是在考核里面，在考核之外还有挺多精彩的部分。哥，您得注意，就是以上今天咱们做的这些，平时也能做，但是拔罐不行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来结果吧。你们要去大论堂公布最终结果。紧张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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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师姐，咋了？我不想坐这儿，坐这儿压力太大了。那我现在。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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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好，大家好。在今天结果出来之前呢，我首先想说明一下，上午没有最后进入我们助力团实践机会的王玉和李延静，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们有一些不足，但是我首先要肯定你们，实际上你们在很多方面做的是很好。从后续下午的这个情况来看，你们两个人的表现都非常好，能够一心一意的去做中医的实践，这一点呢是非常值得肯定的。那么最后就我们4个实战考核，你们每个人用了很多方法，耳穴也用了，拔罐也用了，拔一个这个，白针也用了，我给你贴用皮内针，针灸也用，什么都有，点穴。你们以后需要什么？更多的去临床、去更试、去实践，这样你们有更好的提升。所以整体来说，我们下午做得非常辛苦，非常好，大家也看到了自己的工作的实际疗效。那么总有一个结果吧。现在呢，让我们聚焦今天的考核结果，揭晓本次考核的排名。综合我们今天上午、今天下午各位的表现，结合我们助力团各位对大家的评价，经过我们和傅老师一致商量，排名呢如下：第3名是我们的白松岩同学，他最后得到了助力团成员在当场表扬，所以给你很多加分项。那你平时在北方待的时间长还是南方待的时间长？早年间应该是在北方待的多，但是这几年就是比较混乱。格外夸一下松岩，就是对于这个居住环境和体察是非常细致，问诊的逻辑吧，就其实非常严谨。刚刚在短短的1个小时之内，我把我该能体验的这个中医的项目都体验了个遍，一下子神清气爽，特别好。我们做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让患者满意，让患者对你做出评价，这点你做得很好。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进步，然后下次争取到第2，然后我们再向第1名稳稳过渡。第1名是赵瑞怡同学瑞怡同学呢，实际上这个团队的组织能力还是很强，而且他自己临床的应对能力也非常强。你主问，我们俩补充，然后老师还提到一个整体观，所以无论他是受局部还是受脑，
咱们一定要有一个整体思维。针刺之前，我先给他进行了一个局部的面部拨筋的行为，可以帮助他气血的流通。就是首先是开了个死关，然后然后三阴交，然后后面要用一个三黄穴，因为它这块局部就是有脂肪。我相信任怡同学呢一定会在这个基础上往上更进一步。今天乐怡是手拿把掐，十拿九稳，表现得特别好，10日名归。第2名。王涵同学，王涵他最厉害的是，他按照助力团自己的想法，给他创造性的编了一个方法，这点非常重要。灵桂猪肝汤是一个主方，然后可以和2陈啊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你健脾啊、祛湿的。捋好做哪些操作之后，再去根据九九哥他能接受的治疗进行调整。我们接下来进行点穴，太舒服了。以后自己做临床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不要单纯的就拿一个方法，我怎么去组合，吸取出我需要的东西去编排，这对我们整个中医的发展非常重要。所以我表扬一下我们王海同学。哇，对我来说就有一种从一个谷底到中了一个彩票的感觉。第4名是我们阿姨主任。谢谢老师。就很开心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第5名呢是我们李延青同学，第6名是我们王毅同学。我当然会更加的去努力，那只有在下一次的时候，我会再磨起200%的力量吧，再继续努力。我希望我能把今天的教训牢牢记住，希望以后的排名要到前3，并且稳定在前3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做了这么一场体重管理，主要是让大家看到我们中医的力量，我们中医的效果，对我们中医人来说是树立了信心。这个成绩只是今天的部分的表现啊，并不是我们未来的中医大家的一个重要的数据，但是这是第一步，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在日常生活中，在工作中用好中医啊，用活中医，让我们中医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应有的光彩。谢谢老师。咱们又要剪那个排名的板子，改名字和放药材。我上次写过了，你写吧，因为你的字好看。那就以后这个活儿我包了。大家先放吧，各拿各的。OK。我放1格是吗？就看看。哎呦，哦，对不起。啊？怎么了？他撞到了那个摄像头。看一下你的石斛。我好像第一次拿这个东西。以后也会拿到。咱们也才考了2次。是的，我们才考2次，后面还有8次呢。我放几个？我放3个是吧？对。然后来放，那我俩一起放。老5老6。老5老6。如果要是你会怎么找？我找的很简单啊。我很想跟你组队，你为啥不选我啊？因为我非常欣赏你，咱们就是说，就是一起努力的路还有很久，但是同台竞技的机会可能只有这么1次。今天咱俩比吗？那比赛是比赛，友谊是友谊。我们不管谁赢谁输，不伤害感情。对。为严静难过，因为我觉得他本可以有更好的这个名次的。没事。
今日的主题：如何能够好好睡觉？你怎么深睡眠只有0分钟啊？怎么玩手机呢？周志伟，你怎么堕落了？老师救救我！昨天晚上9周睡那么好，是不是因为有人陪呀？有文涛陪。我俩可以再睡2觉。怎么了你？单方面崇拜你呗。今天的考核规则啊有所不同，内容为看诊加实操2个方面。我的睡眠就是波澜壮阔的旅行。被刁难到了。他平时喜欢写点诗，没有入睡的习惯，全程翘二郎腿。好的。睡眠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，特别容易落枕，睡眠质量不好，然后中间又容易醒。别紧张，如果是你心气儿在，肝癌人都能活10多年。实操考核用推拿结合其他中医疗法，使助力团入睡。采用了一些放松肌肉的推拿手法，太阳穴、逆风穴对睡眠非常有帮助。脚上有针，趴着睡总感觉很奇怪。你睡不着，这个花能拿走吗？先开始说话，别那么多事儿。对不起，这枪这样的莫名了。你能把腰带解开吗？哎呀，脸皮还薄，你里边不是有吗？镜头里面保护一下。你都结了婚了，没事儿，全给你注意了。没睡着。现在宣布总成绩。手已经在出汗了，不行了，我手现在哇凉，压力太大，松弛不了。第1名是。玩一些小游戏，获得豪华的泡脚桶，就把中胶都打掉，你把这个留着。说给谁听呢？他们2张中胶，不信，发吗？请拿走。还能这么玩？他们开始玩战术了。五运六气。众所周知，文涛是不会撒谎。2次配纯保真，我们就喜欢保真的。保真就得3。开玩笑，刺激了，好刺激！巧了，文章。这个游戏我就是王。接下来我们也准备了体重秤，看一看在这个短短1天之内，大家的身体的这个数据呢，会不会发生某些变化？上午是多少？光瘦脸了，纯瘦脸。他想要增重。上午是126.25，下午是肚子包瘦了，真的。好细的腰。细。努力，用力。我们来玩你有我没有吧？好啊，我自己给自己埋过线。肯定他们都不敢。1个月瘦15斤，我瘦15斤我都没。单次骑行68公里，我是33个小时没合眼爬山。在座的各位都是狠人。晨光亲吻百草，双背包载满青涩的向往。之前也懂古房里的迷藏，推开门是未知的土壤，迈向诉说生命的回响，压箱萦绕初心的形状，跌跌撞撞也学着去担当，每一步都写下新篇章。汗水浇灌稚嫩的梦想，古老智慧在指尖发烫，不问路障，只问心之所向。青春远志也都当归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“初入职场中医季”，解锁更多朝养生活秘籍。上微博带话题“初入职场中医季”发博讨论，共同见证中医新生代的力量。上百度 App 搜索话题“初入职场中医季”，一起参与话题讨论。特别合作映客直播。上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看我的养生故事。这东方的力量。